美国考虑以制裁的方式阻止中国统一，并且已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此举有用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通过的一个新的涉台法案。这项法案还要经过参议院的投票，并且要经过拜登的批准，在明年1月份之前不会有结果。所以，这份涉台新法案中挑衅性的条款可能还会有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应对的准备，特别是军事应对手段。在结果出来之前，没有必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受到西方干涉俄乌冲突的鼓舞，美国阻止中国大陆统一的实际动作还不仅于此，其重磅选项很可能是一揽子制裁计划。台湾地区当局也正在游说欧盟与美国一起来采取行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的考量以台北的游说都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其遏制战略已经非常清楚。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以期达到遏阻中国通过武力的方式完成统一的目标。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讨论制裁的问题是在今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就开始了，并在中方就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所做出的强烈反应后，这种讨论就变得更加紧迫。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当局已经向欧洲官员提出了制裁方案，他们还加大了呼吁欧盟准备对华制裁的游说力度。台湾地区驻美国的代表最近召集了美国、德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国的议员，在华盛顿刚刚开了个会儿。对于美国这套黔驴技穷的玩法，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果我们的应对得当，这套玩法最终会破产。首先，美国要对中国实施制裁，单靠他自己的实力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拉着欧洲以及他在东亚地区的所谓盟友。但是，欧盟的制裁将需要所有27个成员国的同意，而这往往是难以实现的。作为欧元区的经济引擎，德国与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所以不大可能配合美国实施自残式的制裁。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其次，美国要说服其盟友公布制裁措施，还要基于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的成功。现在全球的能源价格飞涨，欧洲呢更是深受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再让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中，被称为核选项的冻结国际金融业务的制裁措施，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一旦用在中国身上，必然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更广泛的伤害，后果是美欧都无法承受的。最后，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大，西方公司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业务，中国的反击手段也会让制裁者遭受到同等的甚至更严重的伤害。制裁需要实力，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占的地位，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内市场。俄罗斯毕竟只是一个体量为中国1/10的国家，其能源出口地位很重要，但是并非完全不可替代。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很多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供应链地位，不是美国有办法撼动的。另外，最重要的一条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他人无权干涉，而台湾问题又不会触动欧洲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几乎不可能在制裁问题上拿到法律层面的承诺。美国所谓的对华制裁施压，可能根本就不涉及最敏感的领域，比如制定禁止有利于中国军工综合体系的交易的规则，其中包括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和航空航天领域，他们只敢推动针对中国某些个人的制裁，以及对中国军工企业的制裁等等。此外，来自亚洲国家的支持对美国推动有效的制裁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联系，除了日本以外，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更不可能支持美国。而东南亚国家
对美国挑起台海危机的行为非常不满，更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现在来看，美国正在推动的对中国的制裁威胁，就是美国印太威慑战略的一部分。或许美国人也没有把握能起多大作用，但是拜登政府至少可以在选举中证明自己在采取行动。美国政府的这种玩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当笑话看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